你好，本次课我们学习分组密码结构。上次课我们学习了乘积和迭代，乘积和迭代有助于实现扩散和混淆。那么，如何设计密码结构才能让安全性更强，加解密算法效率更高，更易于实现呢？本节课我们通过学习分组密码、SP 网络、Festo 密码结构呢，来理解这个问题。那么，什么是分组密码呢？分组密码也称框密码，是将明文消息编码表示后的数字序列划分成固定大小的组，各组分别在密钥的控制下变换成等长的输出数字序列。那么，如何设计安全性强且易于实现的密码系统呢？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迭代。香农提出了 SP 网络，那么它是采用扩散和混淆的一种有效迭代密码体制。这种结构的提出对于后世影响深远。著名的 Festo 密码结构呢，是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。AES 算法也是基于这个结构产生的。我们来看一下 SP 网络的设计思想。首先给出一个输入状态值 ，W 的 r减1次幂呢是 r减1轮对 S 核的输入 ，W 的 r 次幂呢是经过 SP 操作后的输出。这里注意一下，在轮函数的变换之前呢，我们首先要用轮函数和状态值去进行异货，这个过程也叫白化。白化的作用是使不知道密钥的攻击者无法进行一个加密或解密操作。每一轮我们都需要进行两种核心的变换操作，分别是 S 操作和 P 操作。那么 S 操作最基本的性质呢，是其非线性的映射，它的输出不能通过对输入的线性变换而得到，使得密文和密钥之间的统计关系复杂化，使明文与密钥充分的混合在一起，难以从密文提取出明文或者密钥的信息。那么 P 操作呢，是利用置换函数让明文的统计特征消散在密文中，让明文的每一比特影响尽可能多的密文比特。SP 网络加密步骤是这样的，它呢将每一轮的比特输入和子密钥去进行简单的异货。如果没有子密钥的混合运算，分析者可以对最后一轮的 S 核做逆运算，从而忽略最后一轮的加密作用。一般来说，每一轮的子密钥都是通过加密主密钥变换产生的，相互之间应当没有联系。经过 S 和 P 操作产生了密文。解密与加密方向相反， S 核的解密映射应该是 S 核加密映射的逆映射，也就是输入变为输出，输出变为输入。注意，最后一轮是没有 P 置换的，来保证加密和解密的 SP 网络结构的一致。如果最后一轮有 P 置换，那么解密的第一轮 S 置换前也需要一个 P 置换。SP 网络通过替换、置换的多次迭代，很好地实现了混淆与扩散。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的角度来看，都比较简单有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讲一下 Festo 的密码结构。Festo 密码结构呢，是以它的发明者 Horst Festo 为名，用于分组密码中的一种对称的结构。Festo 建议使用乘积密码的概念，交替的去使用替换和置换来进行加解密。典型的代表呢，是我们的 DES 算法。理解了 Festo 密码结构，对于理解 DES 算法的原理呢，有很大的帮助。Festo 结构的解密与加密是完全一样的，除了所使用的子密钥的顺序正好相反。加密算法的输入呢，是长为 2W 位的明文分组和密钥 K。明文分组呢，被分为等长的两部分，分别是 L0 和 R0。这两半数据呢，经过 N 轮的迭代后呢，最后生成了密文分组。Li 和 Ri 是第 I 轮迭代的输入 ，F 函数呢是轮函数 ，Li-1 和 Ri-1是来自于上轮迭代的输出 ，Ki 呢是输入的子密钥
由整个 K 呢推导出来。一般来说 ，Ki 不同于 K， 也互不相同。我们可以使用任意的轮数。在本示意图中呢，我们使用的轮数是16轮，每轮迭代都有相同的结构。用于实现混淆效果的替代作用是在数据的左半部分完成的。它通过轮函数 f 作用于数据的右半部分后，与左半部分数据进行异或来完成。每轮迭代的轮函数是相同的，但是输入的子密钥 Ki 不同。代替之后呢，交换数据的左右两半部分，我们完成了置换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子密钥产生的算法越复杂，密码分析就越困难。同样，轮函数 f 越复杂，抗攻击的能力也就越强。那么解密过程呢，本质上和加密过程是一样的，它的算法使用密文作为输入，但使用子密钥 Ki 的次序和加密过程呢，恰恰是相反的。这一特征就保证了解密和加密采用的是同一个算法，所得的结果呢为 L0 和 R0， 也就是我们原来的明文信息。那么作为分组密码，它的分组长度、密钥长度是多少是合适的呢？迭代轮数是多少轮又是合适的呢？分组长度、密钥长度越长，迭代轮数越多，当然意味着安全性越高，扩散性、混淆性、抗穷举攻击能力越强，但是会降低解密的速度。如何在安全性和实现效率之间取得平衡？下次课我们再来讲解。本次课我们学习了现代密码中的分组密码结构，包括 SP 网络和 Festo 密码结构。AES 算法是基于 SP 网络提出的， DES 算法是基于 Festo 结构提出的。下节课呢，我们将讲解典型的对称密码算法 DES 和 AES 算法，就块的大小、密钥的大小、轮数、轮函数以及子密钥的生成过程这些可变特征的讨论，得出答案。本次课结束，谢谢大家。